醒，脑部开始有血栓的第一信号，喝水就知。很多人都没放心上。急诊室里，宋阿姨在焦急地等待结果。原因是这段时间宋阿姨突然出现喝水困难、外漏的情况。开始她还没在意，以为是身体有炎症。可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，家人带她来了医院。应该是大脑的问题，初步诊断是神经控制方面的障碍。听到医生的回答，宋阿姨瞬间慌了。医生告诉她，幸亏她来得及时，现在是刚出现症状，对症下药好救治。等再过几天就难了。给宋阿姨办完住院手续后，医生还给她科普了健康知识。平常在喝水时，只要出现这几种情况，基本可以判定为脑部血栓，需要抓紧医治。一、喝水的异常可能是血栓。一到冬天，医院里的血栓患者就会增多，主要是因为天气寒冷导致的头部不适。血栓对人体的危害不言而喻，它就像是河道里的泥沙，堵住血液的流通，造成血管堵塞，进而出现头晕气短甚至昏厥的症状。有的患者问，血栓在来临时往往很突然，大家都没有准备，其实不然。医生提醒，血栓在来临前，大部分的患者都会出现一种症状，喝水时就能看出来。如果有下面几种症状，可能是血栓来临的前兆。一、口渴不止。许多人都认为严重口渴时就是身体缺水了，谁能想到还和血栓有关系？案例中的宋阿姨就是这样，明明自己没怎么运动，却一直觉得口渴，关键是喝再多水也没觉得止渴。若生活中出现这种情况，加上身体出现头晕、思维迟钝，就要去医院检查了，很可能是血栓的早期症状。医学研究证明，当一个人频繁口渴时，意味着血液的粘度正在变高，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，新陈代谢变慢之后，血液的流通原本就不顺畅，加上饮食上的影响，血液中水分逐渐减少时，血液的粘稠度就会增加。血液粘稠后会给身体带来各种麻烦，首先是在血管内形成障碍，阻断血液的正常流通，带给人缺氧的感觉，严重者甚至导致脑出血。数据统计显示，有 60% 以上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确诊前曾经出现饮水上的异常，其中就包括持续性喝水，饮水后依旧口渴。正常人一天的饮水量在1500毫升到2000毫升之间。如果你发现最近自己的饮水量暴增，甚至超过了3000毫升，那就需要引起重视了。千万不要误以为是自己工作压力大，或者简单将此归结为身体的炎症。过度的饮水预示着身体代谢的紊乱，需要及时就医。二、喝水不畅。除了大量饮水外，喝水时出现障碍、不顺畅也是可能出现血栓的症状。宋阿姨就是突然发现喝水不像之前那样咕咕噜噜，而是感觉水流很慢，吞咽困难，还会在嘴角往外流。在出现这种情况时，大部分人会想到可能是最近喝水喝多了，不会想到是身体健康问题。喝水的动作看似简单，实际上受到大脑控制和口腔、食道等部位的协调搭配。如果人脑的神经区域出现问题，喝水或者进食就会受到影响。那是因为大脑无法准确控制相对应的肌肉，才出现喝水或者吞咽困难。喝水困难的同时，还有人会出现猛烈咳嗽、呼吸困难的症状。如果这种情况短时间里没有得到缓解，建议及时接受检查。二、血栓来临的其他症状。喝水上表现的异常只是血栓来临的一个征兆，如果同时伴有下面的症状，基本可以判定是血栓无疑。首先是血压突然升高，血栓在来临时会堵塞血管，给血管壁带来压力，就会导致血压的突然升高，严重者甚至会血管破裂。如果平日里血压一直较为稳定，某天检测血压时猛然升高，就可能是血栓堵住了血管。其次就是看手脚的情况，血栓出现时，在四肢上就能看出异常，因为血管堵塞，血液不能及时输送到身体的各处，加上脚位于人体最底端，也是最不容易受热的，此时就会表现明显，出现冰凉的情况。另外，还可以通过手脚的颜色来判断，若是颜色发白无血色，并且握紧拳头用力，松开后好一会儿才能恢复正常颜色，就说明血管极有可能已经堵塞。还有头部眩晕也是血栓出现的一大症状，身体内多种疾病都有可能导致眩晕，所以也是大家极容易忽视的。
血栓带来头晕的主要原因是血液无法在全身正常流动，导致其难以及时到达心脏及脑部。脑部供血不足时，自然会眩晕。以上的几种症状都是血栓患者大概率出现的。症状再明显，就会出现面部的扭曲和嘴巴倾斜。再有就是语言上的困难、意识模糊不清、健忘以及视觉上的障碍。3. 怎么预防脑部血栓？虽然血栓来临前会给人信号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生活中养成一些好的习惯，避免血栓找上门。1. 注意合理的饮食搭配。医生会提醒所有病人注意饮食合理搭配，少吃高油高盐的食物，像是炸鸡、糖果、咸菜等等。这些食物被摄入人体后，一旦不能及时通过新陈代谢排出，会在体内挤压，久而久之产生危害。同时饮食清淡，多吃蔬菜水果，减少血液粘稠程度。像是粗粮有助于肠道消化，西红柿、绿色蔬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，为人体提供了充足的营养物质。2. 早晚一杯水。现在上班族因为工作的原因，经常忘记喝水，难以保证一天一升的量，久而久之会给身体带来危害，引发各种炎症和重大病症。可水的重要作用不止于此，正确喝水还能帮助有效预防血栓。医生告诉说，早上和晚上睡觉前喝上一杯水也有助于稀释血液，防止形成血栓。因为经过一晚的沉淀和一天的忙碌后，人体的血压值往往处于最高水平，这个时候的血液也是最浓稠的，所以就需要水来稀释。当然也不是意味着必须大量喝水才能起作用，只需要适量饮水即可。3. 定期体检，关注血压。你有多久没体检了？医生建议大家至少半年体检一次，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。但是大多数朋友都没法做到这个频率，甚至有的老年人一生没有体检过几次，这就给身体埋下安全隐患。要知道，高血压、高血糖都是极容易引发脑部血栓的，而这些指标需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监测。平时多关注血压、血糖情况，一旦超出正常水平，就要及时就医，以免引起其他病症。如果在体检时检查出身体的异样，就要对症下药，早发现早治疗。4. 避免久坐不动。有多少人能做到每天至少运动半小时？相信很多朋友运动量都达不到标准，尤其是下了班之后，窝在被窝追剧已是常态。而老年人大都没这个条件，更是缺乏运动。长期久坐使得血液流通不畅，增加血栓的风险。因此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应该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，哪怕是运动10分钟，也能有效预防血栓。4. 得了血栓怎么办？现如今，血栓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有疾病，血栓已经逐渐年轻化，很多的年轻人由于不注意也会得血栓。那么当血栓真的来临时，我们该怎么办？首先应该稳定心态，避免紧张情绪导致病情恶化，并及时就医，不能耽误病情。根据统计，脑血栓的致死率在各种疾病中排第一，几乎每5分钟就有一个患者因为脑血栓死亡，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。另外，在得到医生的治疗后，患者还可以通过简单的动作练习来逐渐恢复，比如双腿绷直，反复勾脚，让四肢保持运动状态，持续下去肯定会见到成效。除了多活动之外，血栓患者还可以多吃坚果来保护心脏和血管。坚果不仅美味，同时还被证实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。那些喜欢且经常吃坚果的人得血栓的概率就要更小，并且大脑的反应速度更快。血栓最容易找上门的就是身体肥胖并且常年吸烟、久坐不动的人。同时满足这几种条件的要注意改变习惯。结语：血栓离我们并不是很远，很多时候身体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提醒，比如血压的突然升高，喝水时表现的异常，都是在告诉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及时关注这些信号，采取治疗行动。宋阿姨的例子告诉我们，每个人的健康都不是理所当然，任何小问题都可能带来大隐患。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关注所有的细节，定期复查体检，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，同时搭配合理饮食，注意运动，为身体的新陈代谢提供充足条件。当身体出现问题时，及时找医生沟通，做出治疗预案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预防各种疾病，为我们的健康生活保驾护航。
希望每个人都能有健康的身体，享受美好生活。